巨蟹座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能够让你动气，这是9月、10月巨蟹行好运的关键词。因为我回来的比较晚啊，所以就9月、10月2个月一并给大家做月运的一个解析了。那除了刚才那句之外，还有一句呢，希望巨蟹座的朋友这2个月要牢记在心。我们活着的意义是活着本身，不必再去寻找其他附加意义。我们并非为谁因谁而活，也非为了目标啊、理想啊、意义感而活。人生在世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，生活是属于你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体验，而非经由他人的看法或者是他人的生命去体验的。那提这2句呢，是因为人际关系的一些奇人怪事啊、悲欢离合啊、喜怒哀乐啊，是巨蟹9月、10月很容易在事业生活当中颇有体会的关键要点所在。那火星呢，在9月5日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星座巨蟹座的位置了，要待到11月3日，所以这段时间你们会比较暴冲。这就意味着巨蟹朋友会在近期你们身边的人际圈子啦、接触的人、接触的一些工作、读书、涉猎的领域啊，很容易有一些变化，或者是意料之外的发展走向。比如说因为差旅、培训、外派、考学等等，换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或者你要对接跟以前不一样的人，面对不一样的一个圈子，人际体验是颇神奇，甚至是有点怪异的。不论是面对新人还是面对故人，总会有一些变化。这种变化呢，也源于火星的一种加持，让巨蟹会更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，别人知道你们是这样子想的，有一种憋不住的感觉。不论对方是谁，你都比较愿意去讲2句。这个行运啊，尤其如果你是做销售、做生意类工作的巨蟹，很有机会去拉拢一些老客成新单，跟对方加深某种连接，也适合打点走动原本的一些人脉关系资源，就原本它就存在的，但这个时候你们适合走动，不太适合硬刚。尤其是9月5日火星进来之后，9月中旬这10天要注意沟通方面，一些口舌啊，以及文字语言你经手的这些方面要注意。可能你会特别容易感觉有人不尊重你，或者是没有自信，内在没有安全感，或者说你给别人这种感觉，这种状态对于巨蟹是不利的，要避免顶撞、对立、冲突，尽量奔着现实的利益去和谈、去协商。这个时候金星会给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一种加持的力量。此外呢，在工作读书当中，9月巨蟹都应该去重视珍惜原本你已经拥有的东西，或者说原本在做的项目、旧的一些知识、旧的错题，此时可以温故而知新。你如果要展开一些什么新的计划，其实也是需要建立在原本的基础你就做得不错，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有可兜底的一些预备方案，或者说你已经都摸熟悉、摸清楚的一个基础上，再去尝试新的感兴趣的东西，或者是再去进一步的去推进、去扩大。勿很着急的去开始新的去干一些东西，多聊、多听、多观察、多分析，先全盘吃的透一点，再去着手去做会更好。比起做什么呢？9月巨蟹其实更关键的是要避免重蹈覆辙，就是拦住自己或者拦住身边的人，去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再做错的，不能够再做的，你要想清楚。9月、10月工作生活，如果这样想清楚的话，就没有大问题，也不容易破财或者是错失一些机遇。如果想要做感情、工作、生活当中比较大的一些选择，建议等到10月中下旬14日到23日，日水进入到你们星盘的5宫以后，那个时候的一些选择，巨蟹做了比较不容易后悔，因为你们那个时候已经分析的比较清楚了，行运这个时候也起来了。而9月呢，巨蟹更多的是有点当局者迷的一个感觉，或者说你正在经历这一切，这还没有到一个结束，或者说彻底完结的时候，你还在体验、体会当中，或者在逐渐慢慢的掌握一些事情发展的事态当中。当然，这个运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这样切换的啊。巨蟹9月、10月状况虽然多，就东一下西一下的，但是推起来的话，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。其实经由9月上旬的一些体验，到了9月下旬月末的那一周啊，巨蟹就已经会逐渐变得理性、冷静了。那个时候起呢，是巨蟹会去处理各类问题的一个时间，家里的问题啊，或者公司的、工作的，以及你内在的情绪、内在的健康等等的。这个期间呢，你们也会做很多的回顾、反思、反省，考虑怎么样做是对未来下一步更好的一个选择，是一个很不错的着手启动新计划的一个时间。所以就是说10月的运起来了，但是9月末基本上你们已经开始启动了，等待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也有机会迎来一些新的进展，或者是新的好消息。那9月末到10月呢，巨蟹其实是能够对自己生活各方面进行一个修缮、查漏补缺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。当然，这也要求你们啊，此时不能怂，不能露怯，不能懒惰，不能自卑，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问题去处理。凡是出现的，都代表你有能力处理。那么你10月初10天就会比较安心，或者是相对游刃有余、有经验，感觉就是说还好我之前把事情都努力都做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比较稳。不然的话，10月你会感到就是很难受，或者说没有办法平衡，没有办法兼顾。因为10月巨蟹换到新运了，势必生活当中是有新的任务、新的目标在招手的，就你们得往前看了。9月呢，巨蟹还能够往回看一看啊，等到10月就是整个的局面，你的个人状态、想法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找巨蟹复合啊，那么9月是比较有机会的。等到10月巨蟹走一个新的运呢，他们也会变得更加自信，或者更加聚焦在自己身上，更理智、更务实，变得不那么巨蟹了。因为巨蟹本来是个水象，很重感情，但是呢，10月巨蟹不是那么重感情，因为10月巨蟹的工作运会变好，对于现实，比如说赚钱的一些企图心也会变强，不像9月有那么多的一些情感啊、感受啊、爱啊、家庭啊、生命啊这些。10月呢，巨蟹会实实在在的聚焦在现实生活，因为他们会完全想清楚了，就美好的未来来自于每日辛苦的一些努力，会告诫自己说，别想那些华而不实的、不着边的一些东西和人，容易在工作当中变成这种劳模啊，也有一些副业的机会，尤其是10月中下旬，所以10月整体上面来讲还是很
不错的。那工作正财运在这时也会有所回升变好，这也是找到工作领到工资的一个暗示啊，对于面试面谈比赛也是非常有利的。那这也会致使9月10月巨蟹的爱情桃花运是很不同的。9月呢容易冲动爱、冲动分、冲动吵啊，整个上面来讲情绪化比较严重。桃花呢一方面旧人比较有机会，比如说老同学、朋友、前任、同乡等等，就是原本你就认识的一些对象，或者说原本认识的人介绍你认识。那另外一方面也比较容易凭感觉，而且得是巨蟹就是觉得那种莫名的熟悉感、默契感的那种。比如说巨蟹低落的时候，对方安慰了自己，巨蟹就容易萌生爱意。不过呢9月不属于爱的稳定期，爱与不爱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感性和情绪化的成分。就像对方安慰自己是因为你当下正好遇到事情需要被安慰，并不能够代表对方有多了解你、多懂你。那对比而言呢，10月巨蟹恋爱的状态会更容易有开花结果啦，或者是公布于众的这样的一个运气。两个人是否能够稳定长久的合适啊，度过现实的一些关卡，10月11月巨蟹能够更能体会到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你们情感里面面对的都是现实的议题，能否过关就一目了然了。那10月呢，桃花更容易出现在这种职场啊，或者是日常线下会实际接触到的一些范围里面，对方是那种挺有吸引力的，甚至是有魅惑力的一个对象，相对来说啊，感情当中也比较大方，而也因为啊10月巨蟹很容易去注重感情当中实实在在的付出，所以你们也容易在爱中变得大方。就9月一些支出可能是不得不支付，或者是你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去做而去做的，但是10月是很不一样的，是巨蟹基于更深沉的一个爱，或者说对这段关系的一种在乎，去给上父母、家人、孩子啊，去给约会对象啊等等，去买东西、去送东西、去付费。当然也可能反过来了，就是家人给你们款、给你们付出，或者因为这种房屋啊、家庭啊、集体啊去获利。那有伴侣的话都要注意一下其他的一个桃花，这2个月尽量把它转化为人气或者人缘会更好。美容减重呢10月成效会更好，9月呢容易有情绪性进食，或者说你所在的环境不是那么适宜去运动、适宜去减重啊，这样的情况会发生，还是更应该去调理内在的身心健康。10月在追求外在的美丽，10月下旬到11月是巨蟹减脂变美的黄金期，那就祝所有巨蟹座这2个月进食爱日，深思熟虑，尽忠生慧，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我是艾拉帆老师，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，拜拜。